宝儿，你已经走了1个月了，我好想你。你知道吗？咱们最爱去的那家麻辣烫倒闭了，那里新开了一家香锅，哦，太难吃了，我就没吃过那么难吃的麻辣香锅。正在锁定目标柳月琪，锁定成功。谁在我龟坟前搞事？给我出来！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花招，蓝牙音箱是不是？当然不是，我可是白真儿的系统。那你是给他陪葬了吗？我是超级女主系统888。这个世界的白真儿虽然已经死了，但她成为了一本书里同名同姓的白真儿。她穿越了也好，闺蜜，你要是能在那里过上甜宠文、爽文、PU 文一样的生活也好，我会在这里给你祈祷的。啊，对了，那我给他烧纸能换成那边的货币吗？不能，还有她穿的是男频文。什么？我不接受！我闺蜜不能长啾啾，她不许变男人。你别打岔了，听我从头跟你说。她穿成了男频权谋文里的政敌宰相之天真女儿，男主零部展开后宫，一路顺风顺水。什么破设定啊！你这不是坑人吗？能不能给他换本好的？霸总他喜欢玄幻，他也看啊。怎么会是权谋？权谋他有那个脑子吗？你说的对，他没有。他已经穿过去1个月了，这1个月来，他非常努力地按照我的交代，努力攻略男主。他看得开就好，那没问题了。谁能不喜欢我们真儿？虽然这小子作为男主难得欠缺，配我闺蜜还差点意思，但应该长得不差。但是他认错男主了，整整1个月，他都在对反派摄政王沈寒之大献殷勤。整整1个月，他都在对反派摄政王沈寒之大献殷勤。你怎么也不提醒他？我们家真儿哪都好，就是有一点点小迷糊啦。可他必须得到女主之位，至少要成为零部战的正妻，才能得到实现一切愿望的圣杯。等一下，你这个设定有没有版权啊？总之，剧情进行当中，我们系统是不能随意干涉的。白真儿到今天才终于意识到自己找错了人，用了仅有1次的系统求助机会，让我找到了你。他说事已至此，只有你能救他了。我吗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走吧。闺蜜，我来救！哎呦，我在哪儿啊？怎么这么颠啊？小姐，马上就到京城了。原来是马车，看来条件不行啊。这马车这么朴素。闺蜜，我就说你适合古装吧，这简直就是小兔子。月宝，停车！月宝，晕了。你身体没事了吧？没事儿，我身体可好了。我爹给我准备的补药，我一口都没浪费。你快跟我走，我给你安排了大餐。我跟你说，我在这边研究出了薯条。好啊。闺蜜，地面是不是在抖啊？没出息，不许看了。干什么呀，月宝？那个人是谁啊？哎呀，就是一位公子吗？系统都跟你说了吧？果然是他，宝儿，你就看他穿的乌漆麻黑，就不能是个好人啊！你能把他认成男主，你怎么想的？可是他很帅嘛，帅成这样，居然不是男主，也很难收场吧？我承认他确实小有姿色，但我对这种又冷又硬的男人没兴趣。我知道你喜欢什么类型的。我爱冷酷年上男，你喜欢年下款。我懂，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先跟我回家，晚上吃饭你就知道了。你要把你当成真人芭比，好好打扮一下。你都不知道，我到这里来，看见什么漂亮衣服首饰，都会想，这个是我喜欢的，这个适合你。我都快把你的嫁妆存出来了，没想到你真的来了。当然，好闺蜜讲义气。小男主，拿捏。这里就是京中最繁华的酒楼啊！来了，快看！谁啊？快回头呀，给我闺蜜看下脸。就还行吧，少来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你就好这一口。哎呀，他就是男主，没错，他就是男主林部长啊。不过他现在是假冒谢安师在行动，你可不要叫漏嘴了。放心吧，他在干嘛啊？大晚上骑马兜风？怎么可能？你看他对面，那是永昌侯相当疼爱的庶子袁绍齐。谢安师，你想做什么？我爹可是永昌侯，敢对我出手，我让你在京城内消失！袁公子恕罪，职责所在。永昌侯之子袁绍齐，当街调戏民女，按律，言语轻佻者，割其舌；行止不端者，斩其双手。你敢？臣奉天子令，代天巡狩，有何不可？袁公子，你可认罪？诚心悔过，罪有可赦。袁公子，难道真想等于留下一双手吗？
嚣张！男主不是才进京1个月吗？现在几品官了呀？敢这么对侯爵之子？7品，才7品他就这么嚣张？凭什么？凭他是男主吗？凭他是巡城御史，官虽然小，但直属天子，位卑权重。你没听他说吗？代天巡狩。他手中那把剑可是天子御赐，大事奏裁，小事立断。别说是侯爵之子了，就是侯爵，那也得给他几分面子。大胆，有人行刺！好像走了，他没看清我吧？没事儿，那么远他应该……姑娘说的是我。谢公子，你怎么上来了？街上看见白小姐，怕刚刚惊扰2位小姐，特来道歉。这位姑娘是？这是我表妹柳月缇，今日刚来京城，今后在京中遇见，还望谢小姐多多照顾。见过柳小姐。谢公子吃饭了吗？不如坐下来一块吃点。放心，他不会。既如此，在下就叨扰了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他不会留下的？不应该啊！前2天我也试图自己努力，要他吃饭、逛街，他向来都是婉拒的。怎么今日你一来他就答应了？难道会是我的问题吗？怎么办啊？我根本没想过他会坐下来，之后该说什么呀？哎呀，笨蛋！你不是要攻略他吗？当然是撩他了。我不会。看我的，谢公子。公子，吃了吗？正要吃。正要吃，好啊。那要米饭吗？是位小哥吃了吗？要不也吃点儿，反正这么多菜。啊，飞鹰，还不多谢柳小姐，拿些菜去边上吃吧。多谢小姐。不客气，这是真儿请的，你谢他吧。我会试时的主考官便是白象，说起来，我也算是白象门生，理应常去白府走动的。只是我如今领了这差事，若是常常上门，怕是反而引人猜忌白象啊。不碍事的，我爹应该也不在乎。谢公子，多吃菜，荤素搭配才有营养。你不会还挑食吧？什么？怎么会呢？那你多吃。柳小姐怎么这会儿来京城？月儿是来参加春日宴的。她到了说亲的年纪，我小姨托我父亲替她相看一二。听说谢公子也尚未婚配，太直接了。在下初入官堂，一心感恩圣意，还未想过这些。今日多谢2位小姐招待，在下先告辞了。总算走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觉得有戏啊！怎么看出来的？他刚刚看你了。我们俩说话的时候，他一直在偷偷看你。宝儿，我知道你想让我帮忙攻略男主，但你也不能睁着眼说瞎话呀。你信我啊，我看人可准了。得了吧，你看谁都喜欢我，我学长，我老同学，我同事，他们就是喜欢你，是你对他们毫无意思，所以他们为了挽救才说没这回事。我可看得出来。而且如果你对他不感兴趣，我自己上也行的。行吗？真的行吗？那沈寒枝不要了？不太行，救救我嘛，月宝，求求你了，我都计划好了。如果你真的跟他能成，我就让我爹去求一道，让凌不山一辈子只能娶一个人的圣旨。他要是敢3心2意，那就是违抗圣旨，要诛9族的。如果我真的跟他成婚了，那我是不是也在他的9族里？我也要死吗？啊，求你啦，我为你。哎，有什么办法呢？吃人嘴短啊！真的，月儿，傻丫头，我答应来的时候就已经想好要帮你了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你不是攻略不了男主，是心里有了沈寒枝，不想攻略他吧？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其实系统的要求也没有那么严格，只要能拿到他的正妻之位就好了。我是忽悠系统，把你也叫来跟我一起享福的。以前一直是你照顾我，现在那边只有你孤零零一个人，我放不下你。在这里，我是丞相府的人，谁见了我都得给我几分面子，我一定能照顾好你。其实，就算最后拿不下男主也没关系，我就是想你了。真儿，我知道的，我们以后再也不会分开了。而且男主确实也有几分姿色，你就承认吧，他就是你的菜。那咱们下一步什么计划？下一步，你们这儿求姻缘最灵药的是什么地方？啊，主子，今日咱们为什么要跟白姑娘一起吃饭啊？先前她请您赴宴，您不是都拒绝了吗？笨，
他请我去，那宴席就是早有准备的，谁知道会有什么惊喜？咱们自己上门的，他来不及准备，那就只有正常的饭。忙了一天了，上明月楼吃一顿不好吗？当然好了，明月楼的排骨真香，咱们明日要不还去吃？那可是明月楼，我如今只是7品官，一顿饭要花我半个月俸禄，我又不是贪官，哪能天天吃得起？主子，你又不是没钱，那么抠门。金姑娘不是送了你好些铺子吗？她说送你就真敢要啊？你没见过钱啊？这般没见识，往后怎么跟在我身边？那是给未来夫婿的。我大仇未报，怎么可能给人这种许诺？他给的东西我不能要，到时候原封不动给他退回去。是，那主子你今日就真是饿了才上去吃饭啊？也不全是，自然也是为了看看那位柳小姐。什么严世杰？贺参政对白象的位置虎视眈眈，太后似乎有意改革，废除丞相之位。摄政王态度不明，白象处境可苛。这位表姑娘偏偏在这时候进京，找夫婿，我可不信。那老狐狸从不做无用功，这位表小姐说不定不简单，叫人多盯着点白府。是。月老在上，今日我白真儿，我柳月婷在此结为异性姐妹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抱得美男归。天下美男，闺蜜一个我一个。这个之后再说，现在先要俩。哦，好，反派归我，男主归我。拜托拜托，到时候我们给您住金山。不许出声，跟我去后面。我的天啊，差点忘了，什么关安庙啊的，一向是触发这种剧情的高危地点啊。可咱们找的是词啊，差不多的。闭嘴。闺蜜她好像是女的。女侠饶命！你擦擦血，绑一下伤口也好。往这边跑了，抓刺客！胆敢刺杀摄政王！女侠，你干的得手了吗？当然没有了。也对哈，大反派没那么容易死。哼。就差一点。干什么？女侠，你听我说，你如今受了伤，不能跟他们硬拼，那门根本拦不住人的，一会儿他们就进来了。你先把我闺蜜放了，她是丞相府嫡女，她可以把外面的人打发走。我在你手里啊，她不会丢下我不管的。你不要伤害她，我会帮你的。走。慢着，王爷，是我。白小姐，你怎会在此？月老辞当然是来求姻缘，这么巧，摄政王也来求姻缘吗？这么多人都来求姻缘啊！那祝大家都早日和心上人终成眷属，恭喜恭喜啊！吃喜酒叫我啊！白小姐，沈某不信神佛，有些时候不得不稍微迷信一下的，就比如你喜欢的人对你没意思的时候，你又做不了别的，只能求神拜佛，祈愿他终有一日稍稍动心了。既然无意，不如放弃。你听听他说的是人话吗？他在这装什么呢？我闺蜜就是太给他脸了，我真想给他2下，你怎么就没得手呢？冷静冷静冷静，你是个人质。不好意思，刚刚激动，换作是你，你会放弃吗？你不会，我可是听说了，摄政王若想要什么，定是用尽手段也要得到的。我与你不同，确实不同。我要是跟你一样，我就直接把你抢回去了，哪还轮得到你说什么愿不愿意？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是说，我心匪时不可转也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你们不要在月老祠里乱来啊！我刚拜了呢，万一你们冲撞了月老不灵验了怎么办？王爷，你看什么呢？白小姐，这屋里还有其他人？有啊。那帘子之后是谁？是我见过摄政王，这是我表妹柳月婷，她胆子小，你太凶了，她才躲起来的。是吗？那还有一个呢？这狗王爷，真儿都那么撒娇卖乖了，他居然一点面子都不给。是我奸夫，我奸夫，奸夫自然是见不得人的，摄政王就不见了吧？他来见奸夫，还带着你？对啊，我望风啊。你望风？没错，姐妹杀人我挖坑，姐妹放火我浇油，姐妹偷情我望芳，忠诚。哼，白象的家风可真是……哎，不许说我爹。所以这里没有其他人了。你是摄政王，公务繁忙，总不能偷情的事也管吧？走吧走吧，你们王爷都走了，你们也快走吧。再不走，当心月老震怒，让你们一辈子讨不到老婆。你也一样哦，当心月老的诅咒。走。等等，啊，你流血了，我给你包扎，这儿给你。好了，你可要记得伤口不能碰水，别太操劳，早点休息。这位白小姐真是……王爷，那杀手分明就在里面。
白小姐这般庇护，难道是白相的手笔？不可能，白相对这个失而复得的女儿视若珍宝，哪怕要做什么也会避开她，不会将她置于危险之中。那白小姐卫护那贼人，傻姑娘心善罢了。啊！这京中想杀我的人也不止一个，今日就放他一马。哦，王爷，您受伤了吗？那杀手分明没能近身，就被王爷刺了一剑啊。没有，沾了杀手的血而已。王爷，您不是不喜欢白小姐吗？怎么？我自然不会动心，只是京中他这样的人难得。你留下2个人，免得再有人打扰白小姐。是。月儿，你没事吧？他们走了，雨霞，你快把我闺蜜……哎，他人呢？溜得飞快，摄政王的人一撤他就走了。不过他说这次记住咱们的恩情了，以后一定会报答我们的。只是现在他不方便报上名字，所以给我留了个姓目。你看是放你那还是放我这儿？这上面好像有字，好像是昭字。魏昭，她是袁术的女配魏昭啊，是跟在男主身后与他生死与共的美女侍卫啊！什么？那不是竞争对手吗？那这次难道是男主要对反派下手？袁术剧情你还记得多少？快跟我说说。其实也不知道多少，我要是知道还能认错男主吗？根据系统透露，我们的竞争对手都有金手指，除了武功高强的魏昭，还有会医术的重生知道剧情的。哦，那你的金手指呢？我原本有个万人迷光环的，我用来换你了。傻宝，你怎么那么傻？可我又不用那么多人喜欢我，我只要你，还有我爹，最好再有沈寒之，我一点都不贪心，要3个人喜欢我就够啦。全世界的人都会喜欢你的，系统拿得走你的光环，拿不走你的人格魅力。不过系统还是想办法给我开后门，透露了一点的，毕竟他也是真没招了，他也不想输。我大概知道几个重要节点，到大结局之前，沈寒天都不会出事，还有接下来有个特别重要的赏花宴。我早就提醒过你，沈寒之不是那么轻易就能得手的目标，也就差一点。差一点？你说的是你差点没命，而他就伤了点手的那种，差一点？伤了手，我没伤到他。什么？可我的人回报说他今日手上绑着手帕，所以你连伤都没伤到他，还敢说就差一点？天下闻名的杀手玉罗刹也不过如此。我动手必然一击毙命，差一点碰到他，就是差一点杀了他。怎么逃出来的？我还打算去救场呢。遇到了2个有意思的姑娘。那你倒是运气好。你还想要沈寒之的人头吗？当然，拿下恶贼首级，我就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杀手。你有办法？3日后，平阳公主宴饮赏花，沈寒之的黑甲卫带不进公主府。3日后的赏花宴是沈寒之与凌不斩第1次交锋，2人正式结仇，水火不容。怎么交锋？为啥结仇？发生什么？全都不知道。但我知道从赏花宴开始，魏昭就不再暗中行动，而是以护卫身份光明正大跟在男主身后了。我们得阻止这一切的发生，不能让他近水楼台先得月，不然他们俩天天待在一块儿，斗嘴斗着斗着就有感情了，变成亲嘴了怎么办？有道理。那咱们怎么动手？拆散他们。怎么拆？想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还在想。我看是难，咱们总不能直接邀请魏昭跳槽吧？既然是男主认识的角色，他们之间肯定有什么特别的羁绊。那怎么办呀？话说，你跟摄政王到底怎么样了？我觉得那天他对你的态度不像是完全没有感觉啊。你也觉得吗？我也觉得他好像是有点动心了的。毕竟我之前可是有万人迷光环的，我都刻意攻略他了，怎么也该有点用的。啊不，我觉得不是光环的问题，就是光环的问题。会不会是因为光环没了，所以功亏一篑了？他最近好像躲着我。宝贝，你是不是对自己的魅力有什么误解？摄政王他躲着你，肯定是他有问题。哎，等等，魏昭刺杀了摄政王，对吧？对啊。那咱们可以去告密啊，这不就给他们俩拆散了吗？对啊。但魏昭会死吧？你去的话倒是不一定。闺蜜，你觉不觉得咱们也需要一个侍卫，一个武功高强的美女侍卫？你听我的，咱们先这样，再那样。那现在只剩下一个问题，那个赏花宴，咱们进得去吗？他们应该会给你这个丞相小姐面子吧？你等等，小姐有什么吩咐？你去打听一下平阳公主举办的赏花宴。是。问到了，小姐。平阳长公主通过西安市谢公子结识了一名豫州来的富商，进献了不少名贵花卉，因此才开了这赏花宴。宴会帖子递到了京中权贵家里，似乎是有意让各家小姐公子相看。您平常不愿去这些宴会，所以未曾交到您手里。另有传闻说，太后要为平阳长公主选驸马，公主打算自行相看，因此才办了这赏花宴。哦，那我若是要去，你有什么要交代我的吗？其一，如今新帝上任，太后垂帘听政，平阳长公主有心效仿太后参政。小姐若想得公主亲眼，最好备些政论，届时公主问起，要能答得上话才好。我不行，我一看书脑子就疼。月儿，这个交给你，放心，我背书可快了。其二，长公主只请了小姐一人，但带上表小姐也无大事，只是最好不要分开行动，免得表小姐遭人刁难。还有吗？其三，春日宴摄政王也会出席，老爷说若小姐实在想见他，可去公主府西北角听琴。另
老爷说要去宴会，可带着表小姐多添置些衣服首饰。谢谢爹。哇，这位侍女若是在现代，也是个做特助的高级人才啊！嘿嘿，这是我爹给我的侍女简书，我管它叫京中包打听。每次我问他什么，他跟我说出去打听打听，没多久就什么都能知道。我之前能经常找到沈寒之，也多亏他的消息。这么看来，丞相大人确实很疼你。其实我也才到京城没多久，系统说我娘当初似乎跟他有什么误会，离开京城一个人生下了我，他也并未再娶，丞相府里也没有女主人。后来机缘巧合，他找到了娘的线索，才发现私人已逝，只留下了我。他有一幅画像，画的是我娘，跟我可像了。哇，这岂不是丞相夫人带球跑，霸道丞相狠狠追？可惜夫人已经不在了，是必役，怪不得。换我也得把你宠到天上去。他对我好，也会对你好的。我爹就是你爹，太大方了，姐妹，讲义气。月宝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们约定，等我病好了，要一起快乐 shopping？机会来了，走喽！哇，月宝，你看这朵牡丹，好大一朵啊！真是不通文墨的蠢货，夸牡丹要说唯有牡丹真国色，居然能说出好大一朵牡丹花来，真是惹人笑话。这谁啊？一副活不过一集的炮灰，谣言好刻板啊！他爹算是我爹的政敌，连带着他也看我不顺眼。你俩有没有听见我说话？怎么哑巴啦？白象怎么说也是天下读书人的典范，养出这么上不得台面的女儿，也不怕被人耻笑吗？好嚣张，好有攻击性。宝儿，反击吗？我可要开口了啊！不用，我来。我都说了，京中我能横着走，护得住。看好了，你干什么？救命！救命！谁敢救他？我是不知道贺小姐肚子里有没有墨水，但我知道你现在肚子里应该有很多池塘水。好帅啊，宝！你装什么呢？这池塘水顶多到你小腿肚子。白真儿，你怎么敢？我为何不敢？你敢如此行事，你可知你惹下大祸了？文书，我惹祸了吗？没有，小姐。老爷说了，贺参政算得了什么？惹了就惹了。听到没？谁让你爹不争气呀？走，月宝，我们入席。这位白小姐以前不是一向温婉，从不与人起冲突的吗？或许是闺蜜面前不能丢脸啊，女人要面子的。知道沈寒之在哪儿了吗？西北角，摄政王来了就是给面子，自然没空与民同乐，得找个好地方把他供起来。长公主在那边给他安排了一个单独的席位，还请了一位琴师。琴师？听说比起弹琴，他更擅长杀人。鬼琴师！他要是比我先得手，我跟你没完！走门行不行？这么沉不住气，怎么当杀手的？主子，您不是说刺杀摄政王一定不会得手的吗？是啊，但前面不乱起来，我们怎么趁乱找东西？那魏姑娘，他肯定能脱身。到时候他发现我利用他要砍死我，你记得帮忙救我啊！我，主子您积点德吧。怎么想都觉得我是个天才，我该不会还有做军师的才能吧？那当然了，我就说你很聪明，可是没有啊，没看见魏昭，男主也不在。没事，那咱们直接去西北角也行，沈寒之肯定会抓到人的。而且，闺蜜，你有没有发现你一直在往西北方拐？有吗？有，你这个不争气的小东西。那我们就直接去找他吧。算了，这世上本就不存在完美的人，这一点点恋爱脑就是你唯一的缺陷。去吧，让那个该死的好命摄政王看看你今天有多可爱。摄政王在此，闲人勿进。喂，你干什么？多危险啊！不让进怎么办？没事，他只会吓唬吓唬人，从来不敢真拔刀的。你坐这儿。王爷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听曲啊？今日外头有好多花，你看了吗？我。敢抢我的猎物，你不想活了！追上去，就地格杀。计划，我们的计划。刚刚那两人里面肯定有魏昭，我也得追。柳小姐要去。哎呀，你受伤了？没有，就是太吓人了，我腿软。还有，你不放开我吗？跟在这群黑影后面，
我肯定跑不过这群训练有素的护卫，只能走别的方向赌赌运气了。是灵不斩，果然男主也开始行动了。有男主的地方就有魏招。不可能啊！明明看见他往这里来了，他总不能会穿墙吧？难道说有什么机关密室？飞鹰的暗号，魏招已经脱身了，接下来就看这儿了。难道不在这里？那是养父云州知府林清源的字迹，他的书信怎么会在长公主府？我不知道你是谁，刺客大哥饶命！我没睁眼，我没看。又是他。那你可把眼睛闭紧了，不许睁开。怎么，你想睁眼？没有，灰尘有点大，我眨眨眼而已，没有要睁眼。行了，你睁眼吧。应该不会一睁眼就要给我一剑吧？这可是公主府重地，你跟我一块儿进来了。若是把我供出去，我们得一块儿死。明白。所以你没看见我，我也没看见你。很好，很上道。这男主好像不怎么聪明啊，还全蒙文的男主呢，就带一块面巾，衣服都没换，谁能认不出来啊？你这么盯着我做什么？认得我？没有啊，不认识。那道暗门只能从外面开启，我们得另寻出路。跟我过来。好。感兴趣？要不要偷点什么？你偷什么了吗？怪不得没找到，原来藏在那种地方，多半就是密诏。可惜失了先机。他居然记得盒子中有多少封信件，他与养父到底是什么关系？风府，抓贼！那刺客大哥，我们就此别过啊！小心啊，柳小姐。你干嘛故意摘？哇，你怎么在这儿呀，谢大人？今天头一次见啊，你也赏花呀？是啊，好巧啊，柳小姐。月儿，主子。长公主这是做什么？今日赏花宴进了贼，要让诸位看笑话。我丢了件要紧的东西，今日宾客虽得一一搜身。哦，本王也要搜吗？摄政王自然不必搜。那我的人也不必搜。好，除此之外，他今日与我在一块儿，他也不必搜。好，那月儿，其他人都得搜。柳小姐方才都和我在一起，定然不会与贼人有关系。对，你也得搜。你这滑头平日鬼主意最多，得仔仔细细的搜。柳小姐是白小姐带来的，那就请白小姐搜吧，免得下人毛手毛脚，惊扰了贵客。想来也不会是那位柔柔弱弱的表小姐，不如卖摄政王一个面子，就依你。那我带表妹去搜身。那天她从月老祠逃出来，手腕上系着一块白珍儿给的手帕。沈寒之莫非是知道了这条线索，要借此机会把她搜出来？敢利用她引开前院的人马，等着吧你！月宝，你没事吧？怎么是长公主要找人啊？所以咱们要偷看吗？看，反正信封是打开的，看了她也不知道。月宝，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，这封信好像是云州知府林青云，也就是男主林不斩的养父写给长公主的。他在信里说三皇子平安健康，就是逐渐长大，越来越像先皇，万万不能进京。说的不会是林不斩吧？好大的热闹啊！我得回去告诉我爹，当不知道，不然剧情更乱套了。对啊，万一我爹想杀他，咱们还得攻略他，那就麻烦了。你说的对，装不知道。两位小姐好了吗？来了，收好收好。长公主，月儿身上什么也没有。咱们谢公子身上倒是搜出点儿有意思的东西呢。你还偷什么了？害羞什么？我办这赏花宴，本来就是希望你们能够互相瞧瞧。只是白小姐的手帕居然在谢公子身上，我还以为什么？你看看，可是你的，还真是我的。怎么会在男主身上？又怎么会被长公主搜出来？我的。
长公主殿下，误会了，手帕是我的，我方才与谢公子在一起，是我给他的。你是那位表小姐，哪里来的？家中父兄做什么官职？家父是个秀才。表小姐，这帕子当真是你的，可不能胡说啊！有些人你攀不得。帕子确是柳小姐的，方才柳小姐不小心落下了，我捡起来，正要还给她。是吗？自然是她的。不巧，白小姐的帕子在我这儿，我也是捡的，正要还。什么？你们一个两个怎么都拿一样的帕子？闺蜜同款啊，很正常吧？你管人家用什么帕子做什么？公主府缺帕子吗？回头我让人送下来，也免得长公主还总盯着人家手里的2块帕子。罢了，你们自己折腾去吧。本想着，若是白小姐与谢公子有缘，我便做主给你们赐婚，也算是门当户对。丞相千金与7品小官竟是门当户对，荆轲3甲从7品做起，算得前途无量。白丞相当年状元宁公地入翰林，也不过是从6品做起。长公主倒是对这青年才俊青睐有加，怎么不收进公主府算了？哦，也对，此人不愿入翰林做文官，特请做了代天子巡狩的巡城御史，想必野心勃勃。若是他不愿，我帮你把他绑去可好？那可不行啊！亲爱的好贵妃，这时候你添什么乱啊？不能把她绑给长公主。大姐，人家摄政王本来就是嘴上逞能，你再拱风，他就要拔刀砍人了。2位贵人，就别拿谢某打趣了。谢某好不容易考中功名，自然是一心为陛下、为社稷，无心儿女情爱。好，都随你。好一个为陛下、为社稷！可恶，拆散男女主的计划还是泡汤了。今日赏花宴，当日月老祠行刺之人也会在场。这傻丫头的自己都不加掩饰，你当日救了这刺客，今日又要杀他，到底图什么？行了，既然你们几人都搜过了，那便散了，都入席吧。慢着！怎么，王爷还有什么事？前几日我在可园山遇刺，那人身形与谢公子的女护卫一模一样。既然方才已经搜身，那就请给这位女护卫搜身的女官告诉我，她左臂上可有此剑留下的伤口？你若说没有，我还是要亲自验过的。到时候若查出你说谎，沈寒之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今日长公主府失窃，本王遇刺，想必是长公主府里也有内应。他若是包庇那刺客，内应自然就是他。摄政王明察，他身上确实有伤，但是因为我受的伤。太好了，他没忘刺客这回事。抓，给我狠狠的抓！哦，其实他是我的护卫，身上的伤是跟我和月儿一块出门摘花的时候在花丛中划的，不是剑伤，对吧？是。闺蜜，你别乐了，你看看摄政王那个眼神，他马上就要吃人了。所以他是我的侍卫，怎么会刺杀你呢？一定是个误会。这谢安师身上的秘密不少，但就凭他这张脸，我也得保。既然白家这丫头跳出来挡枪，不如顺水推舟。白小姐都这么说了，那应当就是个误会吧？你特意送信过来揭发，现在又挺身而出维护，原来如此，你是为了救她一次好，在谢安师面前示好。好，白小姐说好便好。怎么好像生气了？该不会是觉得被耍了，闹脾气了吧？这得怎么哄啊？好了，你们入席吧，都别太胡闹了。那谢公子，我就带着我家的护卫先走了。主子，你不拦着吧？拦着做什么？会章又不是没长腿，正好，白府平日里连只蚊子都飞不进去，这可是白小姐亲自领进去的。哦，哎，公子，你往那边走干嘛？找那位柳小姐有点事，那封信还在她身上。啊？两位小姐，你们这是？你还记不记得当初给我们的定情信物？锵锵！什么定情？你俩胡闹什么？这是报恩用的。对对对，那你可以给我们俩当护卫报恩呀。但我已经……我知道，你现在是谢安师的护卫。简书。谢大人，一个月给你多少银钱？他不给。什么？你给他打白工啊，傻丫头！
你知不知道古代什么最可贵？什么？人才！你可知道你这身武艺能值多少钱？多少？按照我们丞相府的规矩，一般侍卫是这个数，还不少，但我不能动摇。武功高强，像你这一等的，得有这个数。你看着呀，跟着他出生入死，分文不赚，跟着我们吃香喝样，金银满瓯。姑娘，你得好好想想啊！有些人打感情牌就是为了少给点钱啊。更何况，姑娘你还是女儿身，女护卫稀少，更是物以稀为贵。但我偶尔还有自己的活，我也不入奴籍，不给生气。完美，这样连男主什么时候行动都能掌握。可以，但出门要提前说，还得以我们为先。而且，若是有谁要你对我们出手，不能接。那当然，我知道规矩，成交。太好了，回头我让简叔跟你说说在相府做事的规矩。不必回头，拿钱办事，就现在吧。姑娘，请说。好，那便请姑娘记住相府143条例。第1条，这么多，原来用钱就能解决啊！宝儿，幸好有你来了，不然我可想不到这种招数。这一计虽然算是成功了，但摄政王明显生气了。你不去哄哄他？可他为什么忽然生气了？而且你觉不觉得他看男主的眼神很危险？该说不愧是反派和男主吗？果真是遇上就不对付。我觉得可能不是那个原因。你真的没发现，他们俩是因为你才针锋相对的吗？我？你知不知道你刚才护着男主的护卫，在沈寒之看来就是在跟他作对，护着男主啊！我说你明明那么直球，沈寒之看起来也心动了，我怎么会一点进展都没有？你这小脑瓜，怎么一会儿灵光一会儿不灵呢？总之，你现在就去找沈寒之，告诉他你对男主一点意思也没有，省得他还想东想西。记住，宴会上的水和食物不能随便碰，不能单独跟人去陌生房间。你没看过那种套路吗？这种宴会可是事故多发地点，指不定什么东西里就掺了媚药。宝儿，你平常都看点什么呀？这可是经验之谈，你记住就好。叫简叔和魏昭都跟着你。哦，那你呢？我比你懂的套路多，而且我也不乱跑，我就在这儿等你。快去吧。那我解释完就回来，咱们就去看花。瞧瞧这奔向爱情的幸福背影，我这可爱的恋爱脑闺蜜。这就是丞相府那个乡下来的表小姐吧？哦吼，热闹上门了。还表小姐呢？听说只是白小姐流落乡野时认识的村姑罢了。连我爹是秀才这种话都能在长公主面前说出来。我听说呀，这位表小姐还盯上了探花郎，非说自己送了人帕子。可不是，结果谢公子不要，说是捡到的，要还给他呢。京中高门贵女，竟也言语刻薄尖酸至此。几位在说我？你去与他说话，我才不理这村姑呢。说来说去绕着谢安师，怎么？几位也对探花郎有兴趣？我真羞耻！怎么，有没有啊？你没有，你也没有，都不吭声啊？那就是有。不愧是高门贵女，表面一团和气，背地里盯着同一个男人。哎，你俩要是嫁入同一家的话，应该是谁做正妻谁做妾啊？你这野丫头，当心我撕了你的嘴！你以为谁都能配得上探花郎吗？配不配得上谁知道呢？反正我就是想了，你能拿我怎么样？你还能让我不准想吗？我偏想，我还就偏想做谢安师的夫人了，怎样？开玩笑，他们人多，这样又不在，留下岂不是等着吃亏？溜了溜了！他在憋笑，他绝对听见了，救命啊！柳小姐，你什么时候在这儿的？也没来多久。还好还好。正好听见了柳小姐的豪言壮志。这小子故意的，哪壶不开提哪壶。你既然听见了，还敢私下里来找我，你就不怕被人瞧见与我待在一起？到时候3人成虎，咱们俩就……第二次了，这小子今天第2次捂我的嘴。婉婉，你听我解释啊，婉婉，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是被冤枉的。你看，袁尚奇，当初就算我瞎了眼，你调戏民女被巡城御史当街训罚，全城的人都知道了，你把我置于何地？谢公子，这俩人是谁啊？男的好像是你那天在街上教训的那个，女的是哪家的姑娘啊？他俩有什么事儿啊？想知道？
那柳小姐是不是先放开了？男的是永昌侯庶子袁绍奇，女的是兵部尚书嫡女林清婉，二人似乎情投意合，两家也本有意结亲。不过最近似乎出了什么变故，婚事多半要黄。你不知是什么变故？谢某不知啊。你能不知道？你当街抓到人调戏良家妇女，哪家还能要这么个女婿啊？我或许知道，那日明月楼前你说调戏良家妇女该当何罪来着？那你今日捂我的嘴，又该怎么断？断不了。柳小姐，你没有证据，谢某不认得。好，那看来姓谢公子也是不要了。哎，柳小姐，方才是谢某无礼了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高抬贵手。想要信啊？那我帮了谢公子这么大的忙，谢公子不得……他该不会是想请我在明月楼吃一顿。柳小姐，谢某尚无意娶妻。你说什么了吗？没有啊，明月楼是吧？当然，谢某必定摆好宴席，感谢柳小姐帮忙。到时候我就把信给你。柳小姐，那东西十分要紧，你可别偷看啊！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主子，你怎么笑成这样？我怎么了？不许胡说。东西拿到了吗？没有，但有意外收获。正好，试试这位柳小姐究竟是敌是友。你为何会来这里？我看你好像在生气。没有。那就是有。你为何生气啊？都退下。怎么了？白小姐，你的手帕为何会在谢安师身上？那日月老寺中，你想给我包扎伤口，却没能寻到身上的手帕，是柳小姐将自己的帕子扔给了你，所以这块帕子是柳月婷的。而谢安师身上的那块，就是你的。怎么不说话了？白小姐若是对他有意，不如我……你真的吃醋啦？胡说！哎呀，疼！我并未用力。你没用力，但我娇气啊！让我瞧瞧你吃醋是什么模样。白真儿，你……我怎么了？我的帕子跟月儿的是一样的，很容易搞混。在谁身上又有什么要紧的？要紧的是，我心里想把它给谁，王爷不知道吗？胡闹！我哪儿胡闹了？我与你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我又不喜欢谢安师，我喜欢……白小姐，这王都里，你想要什么人，本王就把什么人送到你面前。但谢安师此人来历不明，白小姐还是不要接近为好。好，那我只接近你。我也不行。为什么？我是无心无情之人，今生无缘情爱。白小姐接近我，只会有碍你的名声。请回吧，好好的赏花宴，别陪我待在这清冷别院了。又来了，每次觉得有进展，他就变成一条奔奔乱蹦的泥鳅，抓都抓不住。那好吧，但你要记住，我可不是喜欢谢安师。说是真的，何必如此强调？月儿，你怎么没在那边等我啊？遇上几个找茬的，我就过来了。什么？哪家的？我去给你出气！不记得了，长得实在太炮灰。你别急，我刚刚还看了热闹。我跟你说，我看见那个永昌侯庶子了，就是那天在大街上。哇，我记得林清明之前让禁书打听过，永昌侯之前犯了事儿，被陛下罚没了10权。听说永昌侯之前狠了心，想把庶子送去军中历练，差点把袁绍奇吓破了土。没过多久，就听说了他与兵部尚书千金的轶事，两家似乎有意结亲。这是吃不了苦想攀高枝，可惜已经被男主搅和黄了。之前以为这些权谋不用咱们掺和，没来得及问男主他现在是哪一派的。还有你爹，男主是陛下那一派的，我爹是墙头草派的。他说谁当皇帝都行，不影响他当丞相就好。哦，咱叔有觉悟。不过太后似乎看我爹不是很顺眼。永昌侯原本也是太后那边的，还有沈寒之，你知道他是反派吧？知道，所以他肯定与男主相反，是反皇帝那一派的。闺蜜啊，他不会想造反自己当皇帝吧？京中倒是常有人这么说。你可知道沈寒之是太后的亲弟弟，原是国舅，但深得先帝信任。先帝驾崩时，将幼子托孤给沈寒之，封他为摄政王，命他一定要守住江山社稷。这么说，先帝很看重他。看起来似乎是这样。他是本朝唯一的异姓王，代理国事，执掌禁军和黑甲普骑，万人之上。但先帝又把他从沈家族谱中摘了出来。我爹说，先帝是要他做孤家寡人，从此只是我朝臣，不是沈家子。臣子为家为国，沈寒之没了家，
便是没了私心，只有一心为国啊，还有点可怜呢。人人都说他冷血无情，可谁又记得他那时候才16岁，少年全出，冷心冷清。但他一个人的时候，会不会也觉得难挨呢？闺蜜，你完了。爱上一个男人的契机就是觉得他可怜。说到哪了？说到摄政王跟太后沈家决裂，对，当今陛下是太后幼子，年幼时更亲近太后。摄政王为了制衡太后，多次公开忤逆幼帝，朝野上下说他要谋反的声音也不小，连系统也说他是大反派。可我爹偏偏又说沈寒之应该是天底下最愚忠之人，那你又怎么看他？我自然是心悦于他。谁问你了？我请问呢？我问的是你觉得他会不会造反？哦，应该不会吧。他忤逆皇帝也是为了制衡太后。如今陛下年岁渐长，也有了自己的打算。如今陛下这么看重男主，就是有意要将他培养成自己的心腹。现在的朝堂被太后与摄政王把持，还有长公主想分一杯羹。幼帝想寻求突破，确实只能从这些尚无根基的寒门弟子中选了。这有出息的寒门弟子也要抢的。那位状元郎裴玉，现在就跟着我爹暂时。那榜远呢？榜远是谁来着？荆轲3甲，状元才高8斗，探花才貌双全。可怜的榜远就跟乐队里的贝斯一个待遇，常常被人忽视。看那边，那个就是袁绍奇。笨蛋，不要看得这么明显，撩头发，不经意回头一下。他往那么偏僻的地方去干什么？哦，不对劲吗？有情况吗？水镜，如何？小姐睡下了。小姐躺下休息了。袁公子，我有些害怕，若是老爷知道了，他会打死我的。不怕，水镜，不要怕，你看着我。水镜，我实在是舍不得你。你小姐说过不会让你一辈子做个丫鬟，我若与她成婚，你也能顺理成章的一同入府。可如今我2人的婚事就要作罢，那你岂不是……要不是我刚刚还看见他追着林青莲求情，他要以为这人真是对一个小丫鬟情根深重了。死渣男！我自然也不想离开袁公子的。我虽是个丫鬟，但一颗心早就在你身上了，你是知道的。我明白，我先前也差点冲动去求青婉，哪怕我与他的婚事不成，也将你留给我。可我到底没能开口了，我怕说我说但不能带你走，反将你推入火坑。我懂得，公子，我不会怪你。所以，我们只能这么做。水镜，我与青婉的情谊你也是知道的，她心底是想嫁给我的，只是怨我。但日后她定会感激你的。我有你和青婉，这辈子都不会再想其他人。以后我们3人举案齐眉，永结同心。亲上了！看见了，你也不用那么激动。我2辈子头一次看见有人在我眼前亲嘴，还是活的。眼看，太刺激了！什么时候我也能亲到沈寒之？他那张嘴总是拒人于千里之外，但形状好看，颜色漂亮，想必亲起来也很柔软。想什么呢？他们走了，2人特意坐开了距离，但去的好像是同一个地方。那屋子是给宾客休息换衣用的。哇，他俩不会是要去偷情吧？这部分不付费吗？咱们还要去看啊！走。闺蜜，我觉得这种热闹我们还是不用看全场。有古怪，先等等。开门！我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宴会必定会有这种剧情的。要出事，林清婉多半就在屋里，他们想败坏林清婉的名声。那怎么办？我们，林清婉跟你有仇吗？没有，她是才女，有些清高，最不屑跟人一块说别人坏话，与我没什么交情。但也没有过节。行，那就救他。魏昭，救人来了。干嘛呢？正面杀进去是生怕有人不知道吗？翻窗进去，将林清明捞出来。哦。你们，嘘，把头转过去。一会儿自有人会来给你开门，一会儿无论谁问，都咬死了说屋里一个人都没有。否则，若是让人知道你冲撞了高门贵女，定叫你尸骨无存。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了，听明白了。哇，太帅了吧，魏昭！
尚可。屏住呼吸，这屋内的香气有古怪。里面的香怎么回事？我行走江湖，见过这种脏东西，青楼里常用的，男人闻多了就会把持不住。那屋里的仆役现在不敢轻举妄动，但若是吸了这香，保不准就要色胆包天。肯定是袁绍奇和那个丫头做的，好恶毒啊！可袁绍奇若是想跟林清露成婚，何必让其他人进来？他自己进来与林小姐生米煮成熟饭，不是更加保险？那可不行，那样就是他与林小姐一块遭人唾弃。林尚书想必也不会给他什么好脸色。他在京中丢了面子，现在恐怕是想让林小姐比他更加声名狼藉。林小姐名声尽毁，这时候他再不离不弃，那才能拿尽好处。说不定林尚书还要感激他重情，在官场上大大的提携他。狗男人，谢安氏当初怎么没一剑杀了他？月宝，咱们既然救了他一次，不如救到底。你最聪明了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揭穿袁绍群的真面目？其实我对别人的闲事也没那么……求你了，我想管嘛，我想凑热闹嘛。好，咱们这样。是谁将这屋子锁了？我家小姐可还在里面呢，有没有人啊？哎，大胆贼人，居然敢毁我小姐清白！来人呐，快按住他！你这淫贼，居然敢对我小姐做出此等荒唐事！我要禀告老爷，将你碎尸万段！把捆起来，带出去！几位这是在做什么？这仆役犯了什么事？为何要大张旗鼓的抓他？公子救我呀！袁公子，这大胆仆役居然闯进我家小姐的屋子，害她失了清白，定是不能放过她的。这自作主张的蠢丫头，添油加醋过了火了。我只要她与外男共处之事，你非说她失了清白，难道要全天下都知道我袁绍奇娶了个破鞋？不要胡说，青丸子不会。是真的，袁公子，您看看屋内吧，可要给我们小姐讨回公道啊！又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今日这赏花宴莫不是没挑好日子，怎么什么事都赶上？林小姐怎么了？小姐被这个混账给糟蹋了。这丫头失心疯了，说了胡话，拖出去乱棍打死。林小姐什么事儿都没有，都听见了吗？是，长公主，我与清婉真心相爱，她此番遭此折辱，我愿娶她。为了清婉的名声，我斗胆请长公主赐婚，好堵住这悠悠众口。你愿娶她，该与她说，与本宫何干？好一个痴情郎啊！你是袁家的二郎吧？你要知道，我可最讨厌有人说谎。你今日若说了一个字谎话，我就割了你的舌头。绝无虚言，长公主，我没有，屋内没人啊！你跟过来。长公主，我们这是去哪儿？今晚他还在屋内，那仆役为了脱罪，什么话都……你方才说什么？长公主，林小姐吃醉了酒，怎么都不肯醒，我都起不来身了。我说了，今日宴会不必拘泥礼乐，你们玩你们的，不必起身见礼了。怎么可能？那丫头满嘴胡言乱语，袁家二郎莫不是也一道撞鬼了？林小姐好端端的在这里，你方才又是在说些什么？看来你当真是想把舌头送给我。不是她，是那个丫头，是那丫头胡言乱语，我一时情急才会说出胡话来。如今今晚无事，再好不过。哦，把那个丫头还有仆役一块儿带过来。你看看你，本宫方才都说将她乱棍打死就好了，你还非要扯那些胡话。他知道，他肯定是早就知道了。看什么看？长公主问你话，你看我家真儿做什么？袁公子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……住嘴！你还不知悔改吗？你这蠢丫头没看清屋里，便胡言乱语，想害死你小姐吗？长公主，是这位姑娘叫我给客人屋中送炭，我这才进了那屋子。你胡说！今日这样的天气，哪里需要什么炭火？你分明是对我家小姐图谋不轨。不是的，我进屋时屋内就空无一人，一转身的功夫就有人把门关上了。还有那屋子里香得吓人，我只以为是为身子骨弱的贵人准备的暖帐，哪里敢多待？可没人给小的开门，小的香，这等下作手段，再加白家那丫头刚才特意差人来引我过来，事情已经很清楚了。我说这林小姐素来端庄，今日怎么醉成这样？去请个医官来给她瞧瞧。不必，医官我已请来了。
动静差点闹到外头，我叫人拦住了。又见面了，袁公子。正好谢公子来了，你这巡城御史也帮本宫断一断这桩案子。本也不麻烦，不过就看林小姐追不追究了。莫不是赏花宴梦游仙境，见了2位花神？林小姐这是醉糊涂了。我怎么会？林小姐中了媚香。什么？怪不得，我说林小姐怎么醉成这样。刚刚我跟月儿经过那客舍，见门口没人，还以为里面是空的，本想进去歇息，没想到你在里头。是呀，你喝醉了说胡话，喊着要水要凉快。那屋内闷热，见你没人伺候，我2人就将你带了出来吹吹风，喂了点水。没多久，那屋子就闹出事来了。我今日确实多饮了2杯，可也不至于是屋子有问题。是谁要害我？水晶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怎么会没在屋内？又怎么跪在那儿？小姐救我！我是去给您拿醒酒汤了，所以才不在周围。谢公子笑什么？此事与你无关吧？长公主府女官各司其职，每人分领一块区域，从客舍到厨房领醒酒汤处皆有女官。林小姐的侍女是去领了醒酒汤，还是做了别的什么？一问便知，只是得看林小姐愿不愿意知道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他那些龌龊事，你听了接受不了。若是你不想管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就算了。人生在世，糊涂些也好，有些事知道了，徒增伤心啊。就是这个道理。万幸今日林小姐平安无事，要不计较了？慢着，我若非要计较清楚呢？遮遮掩忍，到底是什么事？开玩笑，长公主现在怎么看男主，怎么像自己的幼弟，多少有点爱屋及乌。我这种出身，她肯定看不上，还是少跟男主扯上关系为好。既然林小姐想知道，那就让她知道清楚吧。是，带人证上来。屋内的香我已取了，是青楼常用的东西。我派人快马加鞭问了京中几个青楼，云上阁掌柜指认是永昌侯庶子的这位小厮昨日来楼里点姑娘，顺手问他要了点。掌柜说鲜少遇到这样不要脸的客人，因此记得清楚。我不过是想回家用。是吗？那你家中一定搜得出足量的香吧？你这狗奴才，竟敢做这种！袁公子莫急，他尚未指认你。当日你曾冤枉我一次，害得青婉与我离心，今日又想做什么？你为何不肯放过我和青婉？袁公子这是何意啊？在下不过秉公执法，是袁公子为何一而再再而三的蔑视王法，要犯到本官手里？放心吧，你这小厮随我去大牢里走一趟，定会说真话的。少爷救我！你是你要去弄下来的呀！袁少奇，你不想着如何亡羊补牢，竟想着用这种下作手段与我成婚吗？错了，他不是要自己进你屋子，是想让那个仆役进你的屋子，害你名节之后再说娶你，得个不离不弃的好名声。他还买通了你的侍女，他俩刚刚在墙下亲嘴。莫要冲动，你体内。求长公主为我严惩此恶贼！可怜的孩子，本宫可帮你小惩此人，叫他长个教训，也就不必闹到外头了。若你执意要将他送到公堂上，那便要证据确凿，秉公处理，终究与你名声有损。臣女宁死不悔，求长公主严惩此贼，求谢大人秉公施法。青婉，你忘了我们一见如故，以诗相识，以文通心。我也不明白，这样的好诗文怎会出自你这样的贼人之手？我当真是瞎了眼。因为是他抄的。什么？婉婉，我们成婚吧！我知道错了，我定用一辈子好好弥补你，婉婉。堵住嘴，带下去，莫扰了长公主的宴会。我今日这宴会可真是热闹过了头。这沈寒之真是条疯狗，我到底哪里惹到他了？我与陛下尚未开始行动，照理说不该这么早引起他的注意啊。不知道。问你也白问，魏昭有白府的消息吗？没回来过。来过一趟，留了句话给您。什么？他说此间乐不思蜀，勿念。还给我留了话，说白府侍卫月钱比您给的高。当然了，我绝不会为金钱动摇，哪怕他们白府的月钱确实比您多给1倍，我也……那什么，主子你不去换件衣服吗？今日不是要在明月楼宴请柳小姐吗？为何？虽然您穿什么都玉树临风，但头一次请姑娘，是不是该胡说什么？
我又不是对他，我们是要聊正事。是。但穿官服去，确实不太重视。我去换一件。哇，这不把柳小姐迷死啊！哼，我迷她干嘛？等会儿我去换条发带。没眼看。哦，是不是柳小姐经常穿绿，所以主子你才……胡说什么呢？碰巧而已。多嘴。怎么哪儿都有这人？谢大人，我家王爷叫你上前问话。谢大人遇见什么好事了？这样喜形于色，可藏不住事。今日家人相伴，自然高兴。王爷这是一个人吃饭？哈哈，王爷身份尊贵，自然不能随便与人同席。哦，那是自然。那王爷便一个人吃着，告辞。盯着对面，看是谁与他同席。王爷，聚福阁3楼的正好能瞧见临街，到时候谁来赴宴一目了然。不如今日坐那里。王爷，是柳小姐，不是白小姐。谁提白小姐了？您这脸变的，瞎子都看出来了好吗？平阳长公主还想为谢安师叫看名门贵女，看来她已经选好了。王爷，把她带上来。是。哎呀，我今日有事，改日我再见你家王爷好不好？白小姐，你可行行好，别进那明月楼啊！他怎么了？今天谁惹他了？挺多的，朝堂上几个阁老、太后，还有谢安氏，然后白小姐您。我今天才刚出来，我之前都在玩奇迹柳月亭换装，怎么就惹到他了？谢大人与柳小姐同席，你去掺和什么？你也知道啦，月儿第一次约会，我不放心她一个人啊。只为了这个？还为了明月楼的排骨。聚福阁菜品也不错，你要吃些什么？那王爷给我点，我想吃你平时爱吃的。好，世家大族子弟最忌讳被人摸清喜好，连我都只知道王爷不吃什么，王爷居然要告诉他。这绝不可能是王爷爱吃的，全是甜滋滋黏糊糊的玩意儿。果然，王爷连白小姐也还是防备的吗？王爷爱吃这些？这一桌菜都是我爱吃的，除了那份枣泥糕，沈寒之爱吃枣泥糕，堂堂摄政王爱吃甜的，连爱吃什么都这样拐弯抹角的告诉我，这喜欢2字要让他说出口，可谈何容易？但确实怪可爱的。谢公子已经点好排骨了。那日见柳小姐喜欢，特意为你点的，请坐。我与柳小姐有要事相商，你2人端些菜出去吃吧。不用了，本姑娘吃了来的。相府的厨子手艺不比明月楼差。这人特意来显摆待遇的吧？柳小姐，信可带来了。当然，我说话算话。柳小姐，看了吗？当然没有。当真？真的不能再真。在这王都，像我这种无权无势的小人物，知道的越多越容易死。这个道理我当时懂的。谢兄替我而死，林家满门遇害，竟全是因为我。平阳长公主的信，传闻中早早夭折的3皇子竟然是我。杀林家的人到底是摄政王沈太后，还是幼帝？你不吃啊？
吃啊。柳小姐，想瞧瞧这封信吗？我还没活够呢。那你当日进密室做什么？我又不知道那里有密室，我只是见那几块石碑排布很有意思，按着顺序戳了2下，就摔进去了。太聪明也是我的错吗？那柳小姐也不问问我为何在里面吗？不问不问，我问这个做什么？我又不拿俸禄，何必操这份心？那柳小姐今日来，当真只是为了明日楼的这一口？我自然还有点别的事。谢大人，你要老婆不要？柳小姐，你要说亲，好歹请个媒人吧。花那冤枉钱干什么？我直接自己问了不是更好？柳小姐，婚姻大事须得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那是大户人家讲究的，我们家没这么多规矩。咱们俩若是成了，你还能教我爹读书呢，说不定他这辈子还能再进一步。你这人真是……别笑啊！你看看我长得还可以的，而且你看你身上很多秘密，官职虽低，但做的事都要命。若是娶了哪家名门望族的女儿，你还得提防着他朝中的夫家。我就不一样了，我父亲离朝中尚有很长一段科举之路。有道理，但谢某并未娶妻打算，一点都没有。他目的不纯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不过美人美的客观，我只是长了眼睛，一点都没有。这便算了，我再想想别的办法。你说我要是威胁你，不跟我成婚，我就去找长公主告命，能成吗？柳小姐觉得呢？还是算了，感觉到长公主府前，我就会被你宰掉。胡说什么呢？我乃朝廷命官，又不是凶悍匪土，怎么会随意杀人？但长公主一定会杀你的，她不希望你与我成婚，也见不得有人拿她做刀。那你会当驸马吗？你胡说什么？长公主对我百般照拂，分明是从我身上看到了故人血脉的影子。等等，我被送走时还是个婴儿，她如今绝对认不出。那她对我这么好，难道真的是……你要是不想被长公主逼婚，不如考虑一下我。不考虑。你就没别的要说吗？我来京中就是为了找个如意郎君，既然你不答应，不如帮我参谋参谋。你有没有什么觉得前途无量的同僚？才见几面就非我不嫁，确实可以。他这么快就换目标，到底是在演戏，还是真的只是来找男人的？在下只是小小一个7品官，身边的同事也都官职不高。就要这种，我又不是相府的真小姐，高门大户我也搭不上。我原本想着谢公子你也是寒门子弟，而且3甲探荒也不是状元，说不定能行。那真是多谢柳小姐青睐了。那位状元郎裴玉不是拜入相府了吗？柳小姐身在相府，怎么不看看内务？我怎么能对朋友桥上的人出手？哦，难道是白小姐对他有意？摄政王这是要被始乱终狱了。裴兄温润如玉，文采斐然，人人都说他是下一个白相，倒是与白小姐相当般配。说什么呢？不是真儿。你在京中还有其他朋友？这叫什么话？那日在长公主府，林小姐感念我跟真儿帮她，最近常来白府找我们玩，我们就帮她打听了一下，那诗词是袁绍奇从何人那里抄来的。哦，那你问我不就好了？是抄的裴兄的。咱们林小姐喜欢才情大人，一听说那诗文是裴状元写的，脸都羞红了。不过她还嘴硬，非说自己已经死了心，不求情爱。有的人呐，嘴巴硬却管不住心动。多吃些吧，柳小姐。柳小姐，若你千头万绪，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会怎么办？求佛。也对，求神问佛不失为一种方法。那我改日找个寺庙拜拜。也不能随便找个寺庙，去趟皇家寺庙。听说好几个太妃都在里头带发修行，应该是灵验的。太妃，当年和太后同在后宫的太妃，一定知道三皇子的事，但她是刻意在提点我吗？要不然我也去一趟吧，万一与太妃投缘，说不定不行。太妃的儿子最起码也是亲王，我也配不上。不巧，本朝没有亲王了。先太子与先皇后领兵造反，亲手将2皇子、4皇子、5皇子、7皇子杀了。那3皇子、6皇子和8皇子呢？3皇子生下尚未多月就夭折了。当今陛下是被沈太后藏在小佛堂佛像中才逃过一劫。那真是佛祖保佑。是啊，所以相国寺真是个好地方。柳小姐，议论皇家可是要杀头的，你可要保守我们的秘密。我发现你这人真是净干些杀头的事啊！错了，是我们一起干的。听听而已，听也有罪。所以，你要是出卖我，我也一定把你拖下水。到时候人头落地，柳小姐也得陪我一起。你若是娶我进门，那陪你一起死也不是不行。俗话说，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我要是真嫁了个脑袋别在裤腰扇上的危险家伙，那也只能陪他一块脑袋晃悠悠了。柳小姐，白小姐在对面等你。难道摄政王也在？我这就过去。等等，你还要去见沈安之，他是什么人？你不会不知道吧？自然
然知道。你找夫婿可别打这位主意，这位看起来可不像要善终的。呸呸呸！你胡说什么呢？什么不得善终？要是你还护着他，你什么意思？那是真儿喜欢的。说起来，你没事可少找摄政王麻烦，不许欺负他。我七品，他权倾朝野，谁欺负谁啊？你是没看见他今日在朝上如何对我？你还给他说话呀？你跟他计较什么？而且你今日不能欺负他，来日等你当上大官，难道不会报复回去？当然要报复，我这人睚眦必报，小心眼得很。看得出来。所以柳小姐今日帮他说话，当心来日我连你一起报复。我可提醒过你了。飞鹰，走了。他有病吧？我招他惹他了？确实有病，不气不气啊！这人平时心思深沉，坏水转800遍，难得这种时候，倒真像个18岁吃醋的少年郎。看来他对柳……你笑什么呢？没有。走了，我们找白小姐去。主子，柳小姐，她肯定不会喜欢摄政王啊，是白小姐喜欢，我都瞧出来了。您生什么气啊？我又不瞎，我当然看得出来。况且他就是喜欢沈安之，要关我什么事？我不过是讨厌听他替沈安之说话而已。是，您说的对，那您慢些走。飞鹰，你觉得柳月婷真的只是个普普通通的秀才之女吗？我怎么看都觉得不像。确实，柳小姐长得比那些名门贵女还好看，怎么看都像是哪家的大小姐。谁问你她长得好不好看了？哦，那其他的也没什么可疑的吧？不过我瞧柳小姐应该很喜欢您，咱们不是先前还听见她在那些贵女面前说有志者事竟成，一定要嫁给您吗？主子，长公主也老想给您说亲，不如咱们就依了柳小姐，也省得其他人再惦记。万一最后查出来咱们的仇人位高权重，我报仇之后就要亡命天涯。而且我结了谢兄的身份，待我替他报了仇，还要去找伯父夺母请罪，有什么资格去想这些？算了，你想办法打探清楚相国寺内有几位太妃，哪位与沈太后最为亲近。是。你俩怎么了？你俩怎么了？本王听说柳小姐看上了那位谢公子，进展如何？哦，你俩找我八卦来了，没成功，他没答应娶我。不知好歹。就是不知好歹。过几日，裴玉裴状元要办诗文会，就在明德湖上。才子佳人樊舟将诗文写在灯台上，送入水中。待有缘人拾起，再添上一句。谢安诗作为探花，必得出席。你也去吧。啊，可我不会写诗啊。只要你写诗了，到时候你与他乘同一艘船，只要叫京中这些人看着你二人同乘，我就可奏请陛下给你二人赐婚。你放心，明德湖上的船往哪去都得听我的。这行吗？你人还真好啊。心血来潮而已，只是成了婚之后如何，就得看你自己了。放心，之后的事之后再说，只要搞到男主正妻的位置，保住真儿的命，管他37、20亿。那个，既然王爷都这么帮我们了，不如再帮一个忙。还有什么事？不如你俩也成个婚，到时候咱们可以一起结啊。他没答应，那他为什么要嘴硬啊？总比男主好。此人软硬不吃，来硬的他不服，示弱他也不上钩，非常难搞。那怎么办？我觉得还是摄政王的办法靠谱，靠男主自己喜欢上我，怕是行不通了，只能直接找陛下赐婚。他再怎么样也不能直接抗旨吧？反正我要的只是正妻之位，救真儿的命，有没有真心也不重要。冷静点啊！男主的眼神看狗都深情，可不能被他骗了。不行啊，他要是不喜欢你的话，那你嫁给他做什么？岂不是让你去受苦？只是现在，往后再看看，不急。月儿加油！教你写的诗词，可别忘了。是，我定不会坠了林小姐的威名。沉痛，诗文不许代写，我连平仄都分不清，早知道就不学了。魏昭今天居然还告假去惩奸除恶了，多半是去帮男主办事了吧？一会儿男主上船以后怎么打招呼？是得意一点，告诉他这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，还是故作娇说公子奴家等你等得好苦啊，恶心他一下呢？虽然已经想好了为了真儿不择手段，但万一众目睽睽之下他不肯上船，那还是多少有点丢脸。太硬核了，姐妹！谢公子，你耳朵怎么红了？胡说，分明是柳小姐脸红了。乱讲！这一定是他刻意安排的，我最好尽快脱身。但柳小姐写了诗吗？写是写了，但林小姐说还不能叫诗。那给我瞧瞧。不给，太真情实刻了，不能给你看。你若这么说，我反倒好奇了。给我看看，真不给？那我下船了。这都在湖中央了，你能下去哪儿？你还能游出去不成？喂，给你看还不行吗？你等等。今朝不早睡，半夜卤鸡腿，与君同品味，共长命百岁。
喏，我就只能写这样的了，只给你看看啊，可不能放出去，会被人笑话的。那倘若有的人注定无法长命百岁，好多人盼着他早死呢。那我就想尽办法要他长命百岁。你看完没有？既然梁小姐不想被人看见，那我帮你藏起来。我可以自己藏。你该不会其实很喜欢吧？喜欢什么？喜欢鸡腿？想想也不可能。算了，那你的诗怎么了？不愧是男主，人生真是充满意外。船夫跳水了，不是你安排的？当然不是，我安排这个干什么？到时候难道要咱们俩划船回去吗？他把桨也扔了啊？那难道要轮着双臂回去啊？我可干不了体力活啊！这麻烦怎么看都像是你招来的，你又惹谁了？太多了，谁知道是你的？哇，真能惹麻烦啊！那他们是什么意思？就把我们困在湖上，不让我们回去了？小心！怎么回事？不好，是油，他们想放火烧船。你会水吗？会点儿，但我只在宠池游过，没游过野河，而且穿这么多影响我发挥，也不知道古代的防不防水。别怕，跟着我走。我还没有心理准备。这衣服在水下也真是碍事，我又不能裸泳。这种时候是拍吻戏的大好时机。本来还是演的，这下气真吐出去了。这样子，给我起！你没事吧？你衣服也是湿的，给我干什么？你总是盖着。这衣服也不透什么，顶多是贴身，有点显身材。不过对古人来说，可能是有点太刺激了。你还好吗？我找点东西生火，你烤烤暖暖身子。不对啊，那些人看起来不像是要赶尽杀绝，否则水中要是再安排几个杀手，他们才是插翅难逃。应该只是个威胁，意思是，我若要再查下去，就会要我的命。那我们为什么要游这么远？不能就近上岸？哦，我知道了，若是众目睽睽之下，我跟你一块是陆路上岸，你就得娶我了，对吧？早知道都不游了。那样落水，对柳小姐的生命也不好吧？你看见我像是在意的人吗？我在意。你是在意我的名声，还是不想娶我啊？你就那么想嫁给我？对，怎样？小心，别受伤。前面撑不起我，确实是我喜欢的类型。应当就在此处。哎呀，这下怎么办啊？怕不是要娶我了吧？你就这么高兴？真儿，谢天谢地你没事。谢大人，我们月儿这次可是被你牵连了。抱歉，白小姐还是先带柳小姐回去吧，早些喝碗姜汤。带了带了，简叔汤，一股姜味我不爱喝。哎呀，听话，我放了好多红糖，甜的，没有姜味了。张嘴啊！此事谢某必定调查清楚，也给柳小姐一个交代。调查？谢大人此番怕不是手伸得太长，查得太多，才惹上这样的麻烦。什么不该查？不如摄政王指点一二。难道说我查到王爷头上了？还有姜汤吗？给谢大人也喝一碗吧。有是有，不过在壶里，碗倒是只有这一只。那谢公子要是不介意，就请用吧。不介意。这算不算间接接吻？今日实在抱歉，我会尽快查清。柳小姐小心风寒，尽快回去吧。哎，安师贤弟，此番是我做东，也是我对不起二位。被白相看中的人，一副温雅书生样，绝不简单。裴兄不必在意，是我扰了你的诗文会清净，改日定会赔罪。告辞。主子，你没事吧？自然没事，这还能把我淹死？人家还知道带姜汤带袍子，你就空手来？我自然是没有人家姑娘家体贴，但是我跟魏昭抓到一个活口，已经捆好了，扔进刑房了。哼，这还差不多，不枉我在湖面上做诱饵。就是可怜了柳小姐也被牵扯进来。你总帮她说好话干什么？嘿嘿，魏昭说柳小姐听说我练武身上伤多，给了我好多药膏，都是外边药房买不着的好东西。好啊，你还敢背着我收受贿赂，还不给我还回去？啊，主子，我都拿了，真要还啊？那就充公。你也想要就直说想要呗，还拐弯抹角。白小姐，此番柳小姐受惊，改日裴某必定登门道歉。
不是裴公子的问题。哎呀，让开！你赶紧让人换身干爽衣服才是正事。裴大人这是在看谁？我不该看的人可别看。哪位不该看啊？柳小姐心悦谢安师，你看也没用。哦，我说这二位怎么在一条船上？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。若我此番能撮合一对佳偶，也算功德无量啊！你既是白象门下恩师之女，也该照拂一二。照拂自是应当。白象这位明珠妇德，恨不得捧在手心。我感念白象恩情，自然会将她当做亲妹妹看待。更何况真儿本就天真烂漫，惹人喜欢。但她总要嫁人，你这位阿兄若是跟她走得太近，也当心惹来闲话。在下明白。不过我听白象的意思，他倒是舍不得这位女儿出嫁，似乎有意招婿，好能永远庇护白小姐。也好，他性子软，高门大户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，能叫白象永远照看着也好。哎呀，瞧我，居然跟王爷说这些家常，实在是僭越了。无妨，恩师恩重如山，我这做阿兄的，自然要帮小妹称心如意才好啊。你也太紧张了，他已经安全回来了，没事了。对啊，我没事。以前都是你照顾我，我担心你生病，当然要把你照顾好了。哦，啊，说的是以前在乡下的事。哦，你二人是一同长大的情分。我不走，我今晚跟你睡。刚刚你们俩掉进湖里找不到人，可吓死我了。沈寒之还说这湖上的船怎么划都得听他的，骗子！你不会还跟他生气了吧？哎，我跟你说，托摄政王的福有点进展。什么进展？那个人工呼吸。本来还以为咱们抓到摄政王把柄了呢，结果竟然是永州铸铁安排来的人。那刺客只肯吐来对被之人却只字不提。永州是沈家祖宅所在，沈家目前与沈太后绑在一起，铸铁案或许与太后脱不了干系。那又要不了了之了。太后是陛下生母，每次查到她头上都只能轻拿轻放，积少成多。咱们只管查，再去湖边看看。是，但湖上已经被摄政王的人清理过一遍了，他们若是找到了什么证据，想必也不会给咱们的。那些刺客不可能凭空出现，这湖上的船都是谁家的？都是摄政王的。又是他。他们收拾完湖上的残骸，还将原本在湖上的莲花灯又点燃放了回去，说是风雅。主子，顺着船查下去，既然是摄政王的船，那正好多找找他，让他替咱们卖力。是，还有肘子，相国寺那边也有些进展。那位梅太妃就在相国寺进修，她当年与沈太后情同姐妹，或许能知道些什么。不过她患有头疾，平日不见客。既然如此，写封信给薛神医吧。近日忙，你可有好好照顾好自己？有月儿陪我，一切都好。好，只要他家里不急着叫他回去，你们俩一直待在一块都好。过2日，你可愿去相国寺给你娘上一炷香？相国寺不会那么巧吧？我之前提过，男主应该早就去了，不至于能撞上，应该不至于。柳小姐择婿一事看得怎么样了？这么直接问吗？真儿既说你是自家人，我也把你当自家孩子看。长辈问问怎么了，还是非看中那个谢安师？目前是。那个个都不有些难办了。真儿，你不是还惦念着沈寒之吗？这2位如今可是水火不容。这位谢大人可谓雷厉风行，最近还跟摄政王杠上了。什么事呀？沈寒之可吃亏了吗？也不算，只是他得帮着谢大人查永州那个铸铁案了。天下人谁不知道摄政王和沈家那点事儿？要让他出手对付沈家，多半也是那小子故意的。我看那小子心眼可多，你若真要和他成婚，婚后可得好好管教他，可别被他指使得团团转了。八字还没皮体呢，迟早的事儿。不过，我能不能去看看沈寒之？你上哪儿看？你要去他的王府啊？当然不行。爹，行了，王府你不能去，但他也不会总在王府，爹给你安排。好大的宫殿！月儿，这跟你之前去故宫拍给我看的像不像啊？有点像，但制式应该不一样。我看着这像是架空。2位小姐，近日太后娘娘身子不好，怕是说不了多少话，2位可千万别在意。太后娘娘还特意交代了，让奴才带您2位去御花园转转呢。这边请，过了这芳华殿，就是太后娘娘的德寿宫。小心！芳华殿是谁人打扫？惊扰了贵人怎么办？脑袋不想要了！是奴婢不好，求公公饶命，奴婢这就打扫。这丫头怎的偏偏挑今日惹麻烦？我这还带着2位贵客呢。无妨，他年纪还小呢，饶了他吧。是，姑娘仁慈，姑娘仁慈，还不快谢过姑娘？一颗颗捡到什么时候啊？这小丫头定是挨罚呢。是，娘娘说这红豆金贵，不能用脏污的小工具碰了，只能一粒粒捡起来洗干净。啊？你犯什么错了呀？要这么挨罚？定是奴婢愚笨，连犯了什么错都不知道才会挨罚的。公公，咱们不能帮帮他吗？这是芳华殿，芳妃娘娘的人，咱们不好插手。不如这样，
就说他犯了错，撞到我们俩跟前，被我们俩带走了。这一地的红豆他不捡，芳菲娘娘总不能要摆一整天吧？那我去跟店内人通个信儿，两位姑娘稍后。公公，小心啊！你们这群不长眼的，没看到地滑吗？待会儿都给我罚破！这个芳菲什么来头？应该不会不好惹吧？据说这位芳菲已经20有8了，是她做了些不好收场的事，才被沈家匆匆忙忙塞进宫里的。哇，什么事啊？不清楚啊，回头让剑叔打听打听。久等久等，走吧，两位小姐。好孩子，让我瞧瞧，哪位是白象那位失而复得的明珠啊？回太后，是我。好，真是个珍珠般好模样的姑娘。父亲，将我那一串南珠送给这孩子，衬他。这位便是表小姐，也是个玉一样的美人，也挑块玉赏给她。是。给真儿用送，给我用赏，这老太太等级分明，下马威给的真溜啊！先让这孩子替我们拿着吧。哎，我家真儿这是不高兴了。不想要老太太的东西，直接丢给下人拿，这软刀子绝了。桃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奴婢如今叫馒头。什么？怎么叫这个名儿？是芳菲娘名字冲撞了娘娘，叫我把这个名字改了。奴婢才争辩2句，说这名是太后娘娘您起的，但娘娘给了奴婢巴掌，说她把奴婢打到像个馒头，以后奴婢就叫馒头。打得像个馒头，本来以为我们是见义勇为，没想到是正好撞上太后和芳菲斗法了。这小宫女还以为在太后面前得脸了，没想到自己就是个被送去当炮灰的工具人啊！嘘，别掺和，反了他了！叫芳菲抄心经，好好静静心。这进了宫，她还当是在沈府做大小姐吗？是，太后娘娘何必动怒？罢了，哀家也乏了，你带2位小姐去园子里逛逛吧。是。太后娘娘，这位白小姐当真是白香亲生的吗？怕不是找错了人，竟一点也没白香的聪明。她今日在我面前藏拙，焉知不是真正的聪明？你叫人一路跟着，看看他们2人在福全面前作何表现。是。那桃儿该叫馒头了，给芳菲送回去，再叮嘱她慈悲为怀。好想八卦，好想八卦，这宫里也太精彩了吧！而且摄政王怎么还没来？破案了。魏选秀，小皇帝，这个飞扬跋扈的女人，只能是那个传说中的芳菲了。姬客，这2位难道是太后娘娘新挑了入宫的？咱们小陛下艳福不浅啊！我有可不敢乱说呀，芳菲娘娘，这2位都是丞相府上的姑娘。哦，跟娘一块走丢又找来的那个，那怎么还有一个？你娘在外头又生了一个？娘娘呀，丞相为妻守节终身不娶，乃是京都一段佳话，丞相夫人又怎么会？行了行了，那你就说还有一个是谁？是相府的表小姐，就是……哦。那就不是白香亲生的。芳菲娘娘，下去吧，福全，我来招待2位小姐，告诉太后娘娘，我一定好好照顾小馒头。芳菲娘娘，可别太过火了。哎呀，这下你们可落到我手里了，趁现在跪下还来得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让他蹲在那里捡红豆。你这不是知道吗？那没办法了，咱们这是撞上了。他跟沈太后不对付，沈太后喜欢的他都要挑衅，那他怎么不直接找太后啊？他笨呗。人家挖坑他就跳，故意给他送的小宫女他就苛待人家，留个坏名声，故意照进宫的重臣家妾他就上来找茬。没事儿，放心吧，太后想跟白象打好关系，一会儿就会来救人的。到时候就是沈太后为了照顾白象之女，连自家侄女都罚了，又博一个好名声，锅全让他背了。你说慢点，我没听懂。还真是绝望的笨蛋美人啊！哦，你骂我笨，你敢骂我？好像确实不怎么聪明。哎，长这么漂亮，原来是用脑子换的。这句我也听懂了，是夸我漂亮。哼。小马屁精，你以为我会放过你？你们说我罚了你们会着了沈静之的道？仔细说说，我没听明白。住手，不许放肆！舅舅，你怎么来了？舅舅，你跟着喊什么？那是我舅舅。放心吧，他其实想当你舅妈来着。沈寒之是太后沈静之的幼弟，芳菲是沈太后的侄女，那同样也是沈寒之的侄女，还真是舅舅。难道说我以后还得当这位的舅妈？那可真是好会惹事的一个侄女啊！你要做什么？我让他说清楚啊！他方才说了好长一段话，我没听明白，让他再说一遍嘛。对啊，就这么回事，我又没干什么。倒是舅舅你怎么跑到后宫来了？与理不合吧？我倒是不知道，芳菲娘娘什么时候还讲礼貌了？我偶尔也讲。既然无事，那我带你，带2位小姐出宫。不碍事，我在旁边溜达一会儿也行的。你们先聊你们的。我只送你们出宫，没什么别的要聊。真没有吗？一句也没有要跟我说的？你2人，一会儿说啊！放心去吧，这傻白糖交给我。你最近是不是？
不是在躲着我？没有。真的？那你发誓，你如果是故意躲着我，若我沈某刻意躲着白小姐，便叫我死无葬身。你就说，你要是刻意躲着我，那就换我死无。不可，不要说这样的话。那你承不承认，玉儿这招果然有奇效，手拿把掐？我近日忙于搜查那日在湖上的刺客，所以一直不得空。那不是谢安氏的活吗？不应该的，大反派和男主怎么能一块共事？说实话，不然你知道我的手段。那日答应你，给柳月西与谢安氏做媒，让他俩去湖上泛舟一至5周。结果他二人不仅在湖上遇袭，之后还牵扯出宇宙重体来，更是不好开口让陛下死，所以才不想失信。所以才避而不见。所以是答应帮忙，结果没帮成，不好意思了。我还以为怎么了呢，其实也没那么严重。月儿说她不怪你，往后你再想办法帮忙就好了。但你还没跟我赔罪呢。你想让我亲我一下？二人怎么看起来怪怪的？娘娘，你刚刚是不是有事要问我？哦，还有你刚刚说的那些，哎呀，太长了，我记不住，你自己再给我重新说一遍。就是你跟沈太后那点事儿呗。来，我给你慢慢捋。明白了吧？岂有此理！这老姑婆，我找她去！哎呀，你一点没懂啊！我知道了，你说的，我不能这么大张旗长，我得像她一样争名声。争个屁我争！哎，消消气儿，这姑奶奶别真冲进德寿宫殴打当朝太后啊！说起来，你又何必老跟一个小宫女过不去？你打了她，岂不是给人把柄？那是她活该，她平日里吃里扒外，我吃几块糕点都要去告诉太后，我也忍了。可她那天说什么？哎呀，她这名字可是太后娘娘给起的，说她面若桃花，其实也不是她漂亮，是人年轻。哎呀，可不敢让娘娘听见，娘娘的年纪都能当我娘了，这还不撕了她的嘴？我是菩萨吗？哼，太后还真是故意的，专门挑这种人来激怒她。不过你不也是沈家女吗？太后一当护着你啊，怎么反倒跟你？大概是觉得我丢了沈家的脸吧。你们世家大族定然也有自己的不容易，不方便说也没事。也没什么不方便的，我倒是希望天下皆知。可沈家，算了，你还没告诉我那两人到底怎么回事呢？他俩，娘娘没听说过吗？京中还是有些传闻的。我家真儿新月摄政王，他是喜欢活阎王还是喜欢大冰块啊？描述的倒还挺精准的。这白象家的姑娘是不同凡响，但我舅舅他不能娶妻。难道说摄政王他不行啊？你大胆！他有苦衷。总之。你就想着，若他能娶妻，沈家必然会给他安排一个合适的对象。你也不想想，我们这样的世家大族，儿女皆有用处，哪里轮得到想什么情爱呢？就像我，沈静之总觉得沈家太过抬举我，给了我这样的殊荣，却不想，他们只是要把我关进这世上最无法逃离的牢笼，让我彻底死心。沈寒之这次意外的配合，难道摄政王想顺水推舟，削弱沈家势力？总之还不能掉以轻心。柳小姐看着清冷出尘，没想到写了一首蚯蚓一样的字，怎么就这么巧？偏偏是这盏灯飘到了湖边，叫我又失而复得。难道……主子，怎么了？慌慌张张的，宫里的消息，柳小姐和白小姐进宫去见太后了。进宫就进宫，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？哦，重点不是太后，是听说他们从太后那儿出来，被芳菲给拦住了。糟了，这定是太后的计谋。不知道的还以为她被人怎么样了呢。明明到现在，她严防死守，我一口都没亲到啊，也就亲了下她的手背。白真儿，我糟糕，平时不连名带姓叫我的，是不是太过火了？你瞧，我说什么来着？喜欢这人太危险了，她又不是白象的女儿，被我们赶带，今天就得交代在这儿。还不走？走啊，可以走。要不然我留他们吃顿晚饭。我是跟他投缘，我开窍了，真的。我以后打算不跟沈静之对着干了。你先学会叫太后，再来与我说这些。可是我总觉得那么叫，就好像我们沈家人之间就只有身份，没有一点情分了。如今沈家只有你还执着喊我舅舅，我与他们早已不是一路人。改日我再带他们进宫，今日便算了。好吧，那你们有空便来宫里找我吧。这宫里除了我也没别的妃子了，连打叶子牌都只能找宫女。看来好像不需要我们去救，爱卿似乎白跑一趟。是臣冒昧叨扰陛下。无妨，也很有意思。不过，你想救的是哪一个？臣只是觉得白象之女十分紧要。哦，那便是为了另一个来。爱卿你惯会口是心非。哎，我可听说了，摄政王有意给你做媒，谢爱卿貌本潘安，想给你说亲的媒人门槛都要踏破了吧？这还得多谢裴玉裴状元，
状元郎花落谁家尚未定下，他们暂且还没对我这小小探花死缠烂打。况且我领的这个官职麻烦，想把女儿嫁给我的人家，也得掂量下闺女的八字够不够阴。不过，等你办下这铸铁案，很快你就不是小小七品官了。陛下，臣……哎呀，我知道你不想太招摇，可你做的事儿摆在那儿，注定是要引人注目的。虽说树大招风，但你本来就招风了，那树大树小也就不打紧了。况且你替朕办那么多事儿，官高了，好歹俸禄够多，不然我都怕你娶不起媳妇儿。多谢陛下关心。哎，你不去送送人家啊？免了，摄政王还在，不必我送。陛下，铸铁案一事的进展。他好像害羞了，亲到了吗？没有，就亲到了手背。他个子太高了，我只能亲到那儿。也算有点进展，不要灰心。好，下次我挑高一点亲。没错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他嘴上放肆胡闹，不也没舍得罚你，也没舍得凶你吗？铁暗恋。不过他到底为什么不答应呢？因为我爹吗？不像，听芳妃娘娘的意思，似乎有什么隐情。我看沈寒之自己是不会说的，那位娘娘倒是不太聪明。下次咱们进宫，想办法忽悠她说出来。好，简叔，先去一趟珍宝阁。你要去买什么？给你买珍珠。啊，珍珠？那个太后一副眼高于顶的样子，一个破珍珠还要给我不给你的，谁稀罕？他不给我给你买，买大的。宝儿。王爷，谢安师又进宫了，大概是铸铁案有什么进展了吧？不必管他。是。王爷可是脏了手。薛前辈，幸好有您前来。许久不见了，谢公子。薛姑娘，来的不是薛老前辈吗？临夏朕起了疫病，家父不能抛下镇子不管，但公子有托，亦不能推辞，便让我来了。只是近日要在府中叨扰了。此事要紧，姑娘明日能否出诊？自然，断没有让病人等着的道理。其实今日便能去的。咦，怎么不见魏姑娘？不知道我上次给她调的药膏，她用的可好？她接了别的活儿。啊？谁在惦记你姑奶奶啊？咦，素素，你怎么来了？魏姑娘，许久不见了。哎，怎么不喊我去接你？听说最近外面不怎么太平，我能自保。你这是去给谢公子买点心了？我给他买点心，他也配？还不是我们柳小姐心善呢，怕他饿死。柳小姐，好好吃，那可是柳小姐的一片心意，别逼我塞你嘴里啊。谁说不吃了？多谢主子，还是咸口的。这是不是谢公子？既然是谢兄喜欢的，那我也该喜欢。魏昭说那点心男主收下了，还当场就吃了，不枉我挑了最贵的。我跟你说，我已经发现了，这男主还有点抠搜的，给他买贵的应该没错。可为什么偏偏是那个咸酥饼最贵啊？造型也不够别致，看着很是朴素呢。因为加了香料吧，我吃到胡椒味了。古代香料跟金子一个价，正常。时间已经过了一半了，珍儿加油！好，我先前也从没想过我还能爬山呢。你这也叫山啊？这下我也算是虔诚了吧？怎么连个和尚都没有？还想问问素斋在哪儿吃呢？难道说有什么大事要发生？我去隔壁屋子写药方。谢大人有心了，还记得我的头疾？是在下同僚中有位梅家子弟，与他谈天时，说起太妃娘娘年轻时就常受头疾困扰。正巧在下知道一位医者精通此动，本想引荐与梅兄，但他却说太妃已遁入空门，家训有言，家中子弟不得叨扰，因此只能拜托我将医者带来此处。是，后妃本不得家训，太后娘娘允许我们来此代发修行，以示宽待。族中子弟自然是要避嫌的，倒是难为还有孝顺孩子记得我。是梅家哪一位弟子？是工部侍郎梅大人的幼子梅梦松。是哥哥的孩子，那孩子都已经到能入仕的年纪了。他如今在哪里做事？做得可好？在督察院。怎么进了督察院？这地方竟是些苦差事。辛苦些，却很得陛下器重。不久后，梅兄还要去一趟永州做事呢。永州，谢大人可与我侄儿同行？不，我得去一趟
云州那里出了一桩骇人听闻的惨案，云州知府林清婚一家34口人无一生还，此事竟然草草以山匪杀人结案，须得查个水落石出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都一个都没活下来吗？有传闻说，活了个18岁的青年。梅太妃，认得我？是你活着，你竟当真活下来了！太妃娘娘，请您慈悲为担，于这佛祖前告诉我身世，请太妃娘娘慈悲。作孽呀！究竟是谁要杀你？我不知，所以我要查。太危险了！你这张脸，稍有心之人看你一眼便知道，你与先皇年轻时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那太后呢？那是我娘，她为什么不？她一定认得出你，你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！你刚生下来没多久，奶娘做事不仔细，还将你手臂上烫着了，说是兴许会留疤。你看这儿。可她为什么不认我，甚至连见都不见？别怪太后，当初有你的时候，你娘才是个小小的审才人，大皇子的母家如日中天，想必先帝立长子为太子，先帝一直未允，结果那阵子送给二皇子的点心被定安公主吃了，公主当场就没了。人人都说是他们要杀了二皇子，让陛下只能选大皇子。可偏偏在这时候，你娘又生下来一个三皇子，她实在怕极了，怕护不住你啊！她是为了保护我才把我送走的。对呀，当时静之在宫中，只有我一个能说提醒话的。她当时还在月子里，整宿的睡不着，怕得跟个小猫崽一样。还是平阳，那孩子年纪虽小，但有胆气，是个立得住的。她去先皇那儿求了个恩典。才那么大的小女娃，抱着 B 级吓得回来，说今后晚上就守在阿弟身前，定不会让任何人伤了娘亲和阿弟。可那把剑镇得住鬼怪，镇不住心怀鬼胎的人。才不过几日，你的宫殿里又是走水，又是进了蛇，甚至开始有流言说你出生便带不祥，才搅得宫里一团乱。眼看着这些流言都是冲你来的，你母这才狠下心，胆大妄为了一回。只要你活着，哪怕在他看不见的地方，哪怕不做这个皇子，只要你活着。林青云的夫人也曾是京中贵女，后来父亲左见云州做官，这才嫁给了林知府。她是我的故交，正巧跟着林知府回京述职。当时我和静之也没有别的法子了，只能求到他面前赌上一把。原来也曾为我这样团算过吗？你母妃把你送出去后，就在宫内点了火，一场大火烧了她一只手，烧没了云香殿，也总算扼住了蠢蠢欲动的野心。然后她就再也没有见过你。你长大了，都长得这么大了，怎么会那么像呢？好孩子，你听话，快走吧，远远离开京都，然后再也别回来，别想着什么报仇。谁？可是被人听见了，杀了他，不管是谁，杀了他！我会处理的。佛祖面前，还是不要妄动杀娘。怎么是你啊，刘小姐？我也没想到是你们啊，反正大家都那么熟了，不然就当没见过。我先走了。主子，怎么办？叫你守着四周，偏偏柳小姐过来都没看见吗？这该死的杀气，他真的会杀人？柳小姐，你方才听见什么了吗？都听见了。你果然不是谢安师。你要杀了我吗？反正我也逃不了。那杀我之前，你把谢安师怎么了？是你杀了他吗？什么？你冒用他的身份，是不是你杀了他？不是，我怎么会杀他？他是我挚友。那不是你杀的，他的死也与你脱不了干系，是不是？是，他是因我而死。你到底是？都是因为你，你把他还给我，把我的新公子还给我。他答应我的，他说等他高中状元就回来娶我。可他中了探花，却迟迟未归。我从柳州一路找过来，想着他若是敢在京中找个高门贵女，我就跟他拼了。可我见到的谢安师根本就不是谢安师。你要杀我吗？也好，你知道谢安师的尸首在何处，对吗？那你将我和他埋在一处吧，也算成全我俩。老娘这演技，奥斯卡不给我都掀桌子，时机完美。你怎么不动手？我不能！你若是谢兄的心上人，我绝不能。没关系，我死后，你若能将我的名字与他一道写上谢家族谱，我还要感谢你。我只要做他的妻。他已经不在了，对不起，我。可你如今是谢安师，我做你的妻子，就是谢安师的妻子。我怎么能？你，我只要这个，
哪怕拜完堂之后，你杀了我也可以。我不会杀你。你先回去，我再想想。喂，还有，你别太难过了，别总想着到底是谁想让你死，也想想那些想让你活下去的人。若是谢安师，大概也会这么宽慰你的。月儿，你跑哪去了？找到吃素斋的地方了吗？不吃了，不吃了，咱回家吃去吧。你不知道我刚刚遇到什么了，太吓人了，差点小命不保。哦，他要杀你，他拔剑了。还没有，但我察觉到了杀意。准不准啊？你有时候老闹误会。这还能不准？我那都是生死关头的感觉了。好吧，不怕不怕。不管怎么说，你当时的反应简直是天才。不过，如果他真的想杀你，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得去找我爹，参他一本。哎，回来，咱们这几天先不要去招惹他了。那么多事，他也没个人可以商量，心里一定憋坏了。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吧。咱们再等等，他这个人顾念对谢安师的情谊，应该不会不管我的。可是，要是成亲以后，他知道你骗他了怎么办？那他总不能把我打死吧？大不了我求求他别把我打死。而且，说不定只要我成了正妻，系统的任务就算完成了，之后就没有限制了。总之，现在先把他骗到手再说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之后的事之后再说。哦，无论何时，我都是站在你这边的。知道了。我这儿总算有些进展。你那边，咱们是不是也该去拜访芳菲了？跟他打听打听，沈寒之到底为何不回应你的喜欢？好，那我请人给他送拜帖。他若是英语，应该会派人来带咱们入宫。你说去了宫里，咱们怎么问啊？开门见山。啊，这么直接啊？那拐弯抹角，他听不太明白。也是哦，你俩可算来了，我还以为之前你们是敷衍我，根本不愿进宫来陪我玩呢。过来过来。其实今日我们来是有一事相求，娘娘帮帮忙。好啊。我还当你们有良心来陪我，原来是有事儿找我。什么事儿？我想问摄政王的事，娘娘先前喊他舅舅，能不能帮我？差点忘了，你是那个胆大包天惦记我舅舅的小丫头。黑什么黑呀？你呀，趁早死了这条心吧。怎么我也有癌？谁让你鬼主意多？指不定就是你出的主意。为何是摄政王身份尊贵，我配不上吗？哎，是他自己的原因，别强求了。连沈家都没给他一亲，你就该知道，我便是想知道这苦衷是什么。死也死个明白。芳菲娘娘，您就当可怜可怜我们，告诉我们吧。我们俩保证，知道以后绝不外传。我们家真儿对摄政王一片痴心，我这个做姐妹的，实在不忍心看她日夜伤怀，寝食难安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其实也没那么不能提，许多人心里也都清楚。你若是去问白象，我想他也会告诉你的。我爹也知道，只是平白说了，算是玷污先皇名声，左右我这鄂妃胆大妄为惯了。你就当听我发两句牢骚，说也就说了。你们可听说过，当初先皇给了舅舅一道遗诏？听说过，那就好说些。先皇过世时，只有一位皇子，传位一事本就没有悬念。当时沈静之已经是皇后，他爹也就是我外祖父沈平章已经官居右相，朝堂之上，除了左相白行院，几乎无人能与之抗衡。不过，那日沈静之与我外祖守在陛下寝宫外，陛下却避而不见。后来，白象带着沈家那位精才隽逸的小国将沈寒之进了宫，送到陛下跟前接旨。他出来后，读了先皇遗诏，陛下竟是先封了摄政王，再下令传位。本来我外祖还觉得这是沈家莫大的荣耀，可小舅舅却拜别了外祖，从此只做天家臣子，不再做沈家儿郎。陛下给他赐了宅院和黑甲位，也将他从沈家族谱上划掉了。先皇对小舅舅委以重任，但他毕竟姓沈，所以让小舅舅发了誓，不留私心，也不留子嗣。待幼帝能立，他便遁入空门，不问世事。否则，总归就是些遭报应的话，也不必说。别的也就算了，为何不留子嗣啊？因为但凡当了皇帝，都会想着要自己的朝代千秋万代，没有子嗣，当一朝皇帝又有什么用？不过他这誓言，只防君子，不防小人啊。是啊，可我小舅舅偏偏就是天底下最守诺的人。你们没见过他小时候，他那时候可半点瞧不出现在冷面无情摄政王的影子，见到我时还会唠叨，谁能想到呢？竟变成现在这样。他答应了陛下不留公情，与沈家就当真势同水火。总之，我那位小舅舅往后大抵是要在相国常伴，了却余生的。你呀，趁早想开些吧。怪不得他总是有苦衷的模样，怪不得我爹说沈寒才是这世上最愚忠的人。可既然这样，怎么还会有人说他想要篡位，骂他狼子野心呢？他们又不知隐情，只看到小舅舅表面权势滔天，沈寒之怎么可能想篡位？他若是真有此意，又何必恪守什么孤家寡人的诺言？有理，他定然不是这种人。多谢你，我如今知道他的苦衷了，更不能放弃了。你不死心？不死心，我反而觉得充满了力量。
我一定要让我喜欢的人得到幸福。我看这事儿的关键在沈寒之的心结上，你若想让他接受，只能解开这个诺言。咱们又不可能让先帝活过来，只能想办法让沈寒之自己想开了。不可能，我小舅舅从小就巨，10头牛都拉不回，10头牛不行，那就20牛。军师何在？臣在。你我2人齐心协力，区区沈寒之，我要将他拿下。你可愿助我？臣愿为主诛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啊，我也得死而后已。好了好了，你2人不要管我，我帮忙还不行吗？王爷可要通传？不必，不要是我来过。娘娘，王爷来了，你们说的